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我们有一个刚满4岁的牛宝宝叫牛牛，和一个快要2岁的兔宝宝叫图图。今天呢，我们开始精读《The Montessori Toddler》这本书。我们在准备这期视频的过程中，才发现原来有很多非常非常成功的人小时候接受的是蒙氏教育。有谁呢？挺多的哈，咱就列举几个最有名的，你肯定知道的。首先，企业家里面呢 ，Google 的2个创始人谢尔盖·布林和拉里·佩奇小时候上的都是蒙校。Amazon 的创始人贝佐斯也是。我看到有些网站上说比尔·盖茨和扎克伯格也上的蒙校，但是没有考证到靠谱的信息源，所以就无法确定。作家里呢，《百年孤独》的作者马尔克斯小时候上的是蒙校。音乐方面呢，Beyonce 和 Taylor Swift 上的也是蒙校。体育方面呢，打篮球的你特别喜欢的那个库里也是 Montessori Kid。那他们的成功和上蒙校有关系吗？还是说这些名人的家庭背景本来实力就强，才让他们成功的呢？非常好的问题，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吧。有一次记者问谢尔盖·布林和拉里·佩奇是什么让他们成功的，他俩父母都是教授和科学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哈。记者就问他们是不是家庭教育对他们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但他们2个都把成功归功于他们早年接受的蒙氏教育。佩奇的原话哈，我翻译了一下，原文我贴在视频里了。他说，我们2个都上过蒙校，我觉得蒙校给我们的那种教育，让我们不去盲目的听从规则和命令，自我驱动，自己去思考和追问世界上的事，这才让我们跟别人有点不一样。当时 Google 的高管 Marissa Mayer 后来也是雅虎的 CEO， 他说，原文我也贴在视频里了哈。他说，你要是不知道拉里和谢尔盖都是在蒙校长大的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谷歌。在蒙校里呢，你去画画不是因为老师让你画，而是因为你有想法想用画画表达出来，或者你那会儿就想画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贝佐斯呢，不仅自己上了蒙校，他还开了一个免费的 preschool 叫 Bezos Academy， 官网上首页大字明确写了是 Montessori inspired， 这也说明他对蒙氏理念是很认可的吧。马尔克斯在自传里写了很多盛赞 Montessori 的话。他说呢，他小的时候怎么也学不会阅读，但是去了蒙校以后，老师的教法不一样，在那里他终于学会了阅读，读了他人生的第1本书。很难想象一个大文豪居然小时候还有阅读的障碍。对，马尔克斯说呢， Montessori 可以让孩子对世界上的美保持敏感，能唤醒孩子对生命的好奇心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不相信还有比 Montessori 更好的方法。库里本人说 Montessori 在他小时候给了他很多自信。马斯克哈，虽然他自己没有上过蒙校，但是他不是开了一间学校吗？那个学校没有明确说是蒙校，但是他的很多理念是蒙氏的理念，所以很多媒体就说他开了一间蒙校。他是说的意思就是把蒙特梭利这个理念和大公司 CEO 给联系起来。你想开公司，你就上蒙校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可能要是我小时候上就好了，我就觉得我干不了 CEO 那活儿。不可能蒙氏的每一个小孩都去创业吧，每个小孩都是独特的吧，不是每一个小孩天生就是企业家。也对。我们为什么选择读这本书呢？牛牛刚满2岁开始在一间蒙校上学，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。图图呢，今年9月刚开始在同一间学校上学。然后我们呢会参加学校的活动，去小孩班里旁听啊，或者做志愿者。有几次牛牛班里还会给家长开摄像头，让家长去观察了解孩子们在学校的日常。所以我们对 Montessori 这个理念是有一些了解的。基于我们目前的了解呢，我们是非常认同和喜欢 Montessori 的理念的。对，但是呢，我们并没有通过读书系统的学习过 Montessori 的知识。很快呢，我们就得决定牛牛下一步去哪里上学。所以我们觉得系统学习 Montessori 的理念可以帮助我们做出这个决定。另外呢，即使我们以后不读蒙校了，但是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，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应用，把关于蒙氏的理念尽可能的保留在小孩的成长和教育中。
我们其实已经参观了很多学校哈，因为很多私校都是 Pre-K 开始的嘛，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盟校的教室和私校 Pre-K 的教室是非常不同的。对，比方说每一间私校的 Pre-K 教室，我们看到很多小汽车、娃娃，还有玩具厨房这种玩具，但是盟校的教室里是没有这些玩具的。然后盟式的教具其实是非常独特和非常用心的，它那些教具我们自己大人都会玩得非常投入。我们有一次参观一间私校呢，问1年级的老师小孩怎么学数学，老师拿出来一串珠子手链，说每个小孩都会发一个这种珠子手链，他们可以数这些珠子，就不用数手指头了。我当时就想啊，牛牛才3岁，他们教室里数学相关的教具就比这个丰富多了。盟校教室里关于数学的教具是这样的。这里稍微补充一下，我们不是说盟校就是去学数学，但我们只是以数学作为一个举例。那比方说孩子3岁4岁的时候，他理解数学的方法就可以很多种多样，而不是只是去数珠子。人家是1年级7岁在数珠子。我们不是说1年级数珠子就不如4岁去学个什么更难的东西好，不是难易的问题，而是理解数学的或者理解任何东西的角度，盟校都能提供很多孩子自己能上手去玩的一些东西，从实践里面学这个其实比较丰富吧。对，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儿，就是学一个字母的时候，私校 Pre-K 的教室里面会到处在墙上贴这个字母，你一进去就马上知道，哦，现在所有的小孩都在学这个字母。但是盟校不是这样的，他们教室里是分区的，语言相关的教具只会出现在语言区，不会所有小孩同时学一个字母，而是当这个小孩对字母感兴趣了，他就来语言区，老师会对他进行针对性的教学。盟校有很多特别的地方，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个小孩可以决定自己学什么，而不是由老师来统一安排，而且他从来不要求小孩之间相互分享，他的每一个教具就叫一个 work， 每个小孩会做一个 work 的时候就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垫子出来，有点像划定自己的一个地盘，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，然后把自己的 work 放上去，就代表这个 work 是只有他自己在做的，别人不可以来打扰，他就可以安心的学习。然后等他做完了呢，就会把这些 work 整理好放回架子上，下一个同学就可以再做了。对，盟校有很多我们非常喜欢的地方，他还特别鼓励小孩为自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比如教室里会有一朵代表和平的玫瑰，两个小孩有冲突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去拿那朵和平玫瑰，每个小孩轮流拿玫瑰，拿着玫瑰的小孩可以讲自己的想法，没有拿玫瑰的小孩就得听着。这是一张牛牛和同学在用和平玫瑰的照片，当时牛牛3岁半，我问他，哎，你们俩在干嘛呀？他说，我们在 talk about questions。 盟校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是混龄的。马斯克那个学校就是混龄的。他们3到6岁的孩子是在同一个教室里上学的。我记得参加生日 party 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看到大一点的小孩对小的小孩是非常照顾的，他们非常有责任心，也非常有领导力。牛牛在犹豫的时候，就会有大小孩跑过来鼓励他，带他一起玩。我记得他们玩那个滑滑梯，大小孩会确认牛牛已经滑下来是安全的，才会和他一起再跑到别的地方去玩。总之呢，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观察到盟式理念和其他学校的不同，而这些不同是我们非常欣赏和认可的。有些想法真的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，所以我们特别想把盟式的理念尽可能的保留在孩子的成长中。没错，这本书呢是近年来关于盟式教育最有名的一本书，作者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，他自己在阿姆斯特丹开了一间盟校。这本书呢不仅分享了盟式理念，也详细讲述了怎么把盟式理念贯彻在家里。另外很棒的一点呢，是他从盟式的角度来讲了怎么去理解 toddler， 怎么把 toddler 培养成一个有好奇心的、有合作能力和负责任的人。所以这本书适合谁来听呢？适合想了解盟式理念和理解 toddler 的家长。读完这本书可以回答我们什么问题呢？读完这本书肯定可以回答的问题呢，包括第一，什么是盟式教育？它和传统教育有什么不同呢？第二，
如果我们想按照蒙氏理念布置家里的话，我该怎么做呢？第三，如果我想把蒙氏理念贯彻在小孩的日常生活中的话，我该怎么做呢？第四，我的小孩适合蒙校吗？第五，我应该送小孩去蒙校吗？第六，如果要送的话，我该怎么选择蒙校呢？这本书的名字里除了 Montessori 这个词之外，还有 toddler。对，所以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是帮助我们了解 toddler 的行为模式的，所以它也很适合家里有 toddler 的家庭。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为什么这本书专门讲 toddler， 是要从 toddler 开始的意思吗？2019年作者先写了这一本 The Montessori Toddler， 针对1到3岁的小孩大获成功，然后他就趁热打铁，在2021年出了一本 The Montessori Baby， 针对1岁以内的小孩。然后呢，2024年又出了一本 The Montessori Child， 针对3岁以上的小孩。在这一套系列里，最有名的还是 Toddler 这本，所以我们就先读这本。其实咱们看到的蒙校绝大多数也是针对 toddler 这个年纪的，对吧？比方说牛牛现在的学校是面对18个月到6岁的小孩的，但大部分的家庭其实不会读满6岁，很多4岁可能就去私校读 Pre-K， 或者5岁就去公校读 K。 其实整个大波士顿地区小学和初中的蒙校其实非常非常少的。对，我感觉蒙氏理念接受度比较广的确实是 toddler 这个年纪。那 toddler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作者的第1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作者说呢，我们其实都误会了 toddler。我们提到 toddler 会想到什么呢？就很难搞 ，terrible 2，然后 terrible 2完了再 horrible 3。对啊，就会想到他们很难相处，他们到处乱跑、乱摸、乱扔东西，不好好吃饭，不好好睡觉，也不会自己上厕所啊，动不动就趴在地上大哭，像个半兽人一样。但是呢，作者作为蒙校老师，他最喜欢的就是 toddlers。我们在牛牛的学校里最喜欢的也是 toddler 班的老师，你真的能感受到他对教育的热情。作者也是这样的。作者说呢，我们其实都误会了 toddler。比如呢 ，toddler 总是说 no， 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叛逆，而是因为在18个月到3岁之间，孩子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和妈妈并不是同一个人。他们通过不断的对抗和说 no 来确认我和别人的区别，确认自己是一个独立的、有自己意志的个体。Toddler 呢，有时是非常失控的，这也不是因为他们故意捣乱，这是因为他们大脑里负责控制和决策的前额叶皮层还没发育好，而这种能力直到20几岁才会真正发育好。Good Inside 这本书里也是这样讲的。对，那我们可能会很困扰，到底怎么和这些半兽人合作呢？作者说呢，他知道 time out 肯定是不对的，但有没有一种不需要惩罚或者贿赂就能和 toddler 和平愉快的相处的方法呢？他做了很多探索，最后发现 Montessori 就是这个方法，所以他写了这本书，帮助大家把 Montessori 应用在日常生活中。在他眼里呢， Montessori 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他教我们学会真正去看见和接纳孩子本来的样子。这本书在第1章的最后呢，引用了 Dr. Maria Montessori 本人说的话，我觉得很动人。他说呢，孩子是种子，父母是园丁。作为园丁呢，我们播下种子，观察种子，按照种子的需要给它提供合适的环境，给予充足的食物、水和阳光，种子就会自由生长，长成它自己的样子。这个比喻不错。他们是种子啊，不是木头，不是说你想把它做成啥样就是啥样的。他们会长成它自己原本应该长的样子。对，目前为止我们讲了这本书第1章的内容，下一期呢，我们来讲讲 Montessori 的历史，它与传统教育有什么不同，它的理念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下一期再见了。